这片辽阔的华夏之地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的家乡都有为了自己脚下这片土地不再贫瘠做出努力的人。世界处处也满是对故土魂牵梦绕的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样的乡愁。张北京人如其名，是个地道的北京人。2年来心心念念的就是能兼职开专车，好不容易才攒够了买车的钱。但这天，平时没什么联系的表舅突然找上了门。表舅是个在北京漂泊的异乡人，靠送外卖为生。前些年脖子上长了颗瘤子，如今已经有鸡蛋大小了。这次登门就是想找张北京借点钱做手术。张北京出于想买车的心理婉拒了表舅，表舅也没多言，留了2包张北京小时候最爱吃的奶糖便离开了。张北京也想帮表舅，于是他想了个损招，那就是让表舅用自己的医保卡到医院做手术。张北京帮表舅剃了个和自己一样的发型，2人来到医院，表舅没说过瞎话，很紧张。对面又恰巧坐过来2个警察，表舅像刚从水里捞出的一样，汗止不住的流。所幸2个警察并未发现异常，表舅进到了诊治科室。坐诊的大夫是个说话大喘气的，好几次都吓得表舅以为露馅了。好在之后一切顺利，抽血也让2人成功蒙混过关。表舅很佩服张北京演戏的功夫，现在上半场演完，就剩下上手术台了。要是出了岔子，张北京的医保卡就保不住了。为了让表舅解放天性演好戏，张北京点了首歌，唱了几句高音没飙上来，血压倒是飙起来了。一直患有高血压的张北京当即晕了过去。在醒来的时候，表舅已经将他送到了医院。医生看到他的病历，降压过后便将人转住院部，准备明天的甲状腺肿瘤手术。张北京的甲状腺没问题，这要挨一刀怎么得了？2人想尽办法，却还是一个进不来一个出不去，更别提大换活人了。倒霉的表舅还被送到了公安局，警察审问了半天，又将他带到医院和张北京对峙。表舅为了不牵连张北京，将事情揽到了自己身上。张北京可能是个偷奸耍滑的人，但也确实是个好人。他最后还是没买车，将那些钱拿来替表舅交了手术费。表舅因为是未遂，被批评教育后就放了出。张北京叫住表舅，说医院可不退钱。最后手术很成功，村里的蒲公英保住了。表舅妈拿出瞒着表舅给他办的医保卡，说村委就能报销。2人掐着表往村委赶，生怕慢了。贵州黔南的阿福村因为出现了 UFO 被广泛报道，在近科学栏目组的总制片人老唐带着自己的助手小秦不远万里从北京来到阿福村，想要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一起来的还有村长的朋友董阿雪。老唐怀疑 UFO 是村里一个叫黄大宝的人做出来唬人的。至于村民黄大宝，他是个农民发明家，不善与人沟通，却对搞科技创作很是痴迷，还经常在网络上直播。发现 UFO 那天正是中秋节，村民们正聚在一起观看村里放的电影。黄大宝在家搞发明并未到场，这也是老唐为什么怀疑他的原因。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老唐和小秦逐一排查了当天看电影的人，上至80岁神志不清老人，下至还不会说话的孩童，他们都没放过。排查当天所有看电影的村民效率太低也不是个办法，于是几人分析了 UFO 当天的所在位置，然后坐着黄大宝那台速度很快的拖拉机来到了犯罪现场。现场有一片灼烧过的草地，散发着柴油的味道。UFO 显然不可能是烧柴油的，那么这东西100%是有人伪造。现场焚烧痕迹还很新，分析应该是刚烧不久，那么便排除了一直和几人待在一起的黄大宝。当晚没有去看电影的除了黄大宝，就只有村长和富商了。经过小秦的推断， UFO 造假这种事获利最大的就是村长和富商，2人便趁着夜色一路尾随村长和富商来到黄大宝家，还没查看到什么消息，老唐就因为误入了黄大宝的发明滚蛋里，一路滚到村口。好在这发明安全系数不错，老唐才没什么闪失。黄大宝将村长和富商叫到房间，问那个用柴油烧出来的痕迹是不是他们做的，2人不承认，黄大宝便直接摊牌了。当晚大家看到的 UFO 其实是自己做的飞行器，但初心只是为了试飞，没想到引起了这么大的轰动。他现在想去自首。村长闻言第一时间制止了黄大宝。阿福村经济落后，好不容易靠着这个噱头有了好转，难道要让村民们再过回之前的日子吗？黄大宝很纠结。这时候敲门声响起，老唐带着小秦和董阿学去而复返。屋里的3人着急忙慌地吊起了飞行器，但绳子还握在手里无处安放，他们紧张地坐在椅子上。村长和富商先后被支走，只剩黄大宝苦苦支撑。董阿学好奇地打量着房间里东西，随手拿起桌上的遥控器，没等黄大宝阻止就按下了按钮。飞船发出的蓝光顿时将屋里屋外都照得灯火通明，这下彻底暴露了。说起黄大宝造这个飞行器的初衷，其实是为了打通山里山外的物流渠道，为自己落后的家乡找个出路。后来中国外星人之乡的噱头没了，取而代之的是贵州科技示范村的新招牌。小小的阿福村在有心人的带领下终于富了起来。老范在瑞士的伯克林大学任教，他将自己的一辈子都奉献给了教育事业，身体不适仍迟迟不肯退休，直到某天倒在了课堂上，被医生诊断为脑梗塞。从病床上醒来的老范出现了波动性认知障碍的表现，记忆回到了在贫困山区望西村支教的那10年。儿子小范没有办法，只能辗转联系到望西村的村长，希望能帮忙想想办法。今年过去，望西村已经从贫瘠落后的小山村发展成了休闲旅游特色名村。老范当年那些学生如今也都长大成师，众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最后将地址定在了江大雷正在扩建的残房。大家集中全村人力物力，打造出了和当年老教室里最后一刻一模一样的场景。时间倒流不过不如此了，一切准备就绪，范老师也来到了村口。他就像10年前那样走进教室，熟练地叫着每个同学的名字，记着他们每个人的问题。教室外已经长大的孩子听着范老师的话无不动容。
于是就一家一家走访，说服孩子的父母将他们送来读书。教室里才渐渐摆满了桌椅，坐满了学生。之后他便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10年。所有一切正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这一切，所有东西都乱了。当年画学校的江晓峰和所有已经长大的孩子们，范老师在这一刻被治愈了。严飞燕是个很成功的带货主播，她来自尘土飞扬的黄土高坡陕北。她记忆里的童年除了黄沙就是黄沙。这次回来是受邀参加母校的校庆，一路上一个举止奇怪的男人不停地和她搭讪，说自己叫乔树林，两人不仅是老乡还是校友，自己此次也是回来参加校庆的。严飞燕打心眼里认定这男人就是个骗子。下了飞机一起来到沙里沟村，这里和从前的黄沙漫天比起来已经改变了太多，入目是一片新绿。严飞燕认出乔树林就是当年高妈妈养大的那个孩子，高妈妈曾经背着他给学生们上课。严飞燕这次回来的其中一件事就是看望高妈妈，虽然她已经变成了黄土一抔。校庆会的文艺汇演上，一个孩子朗诵自己写的作文，作文里写的就是被大家以为是骗子的乔树林。乔树林是高妈妈捡来的孩子，他吃百家饭长大，一心想要改变自己的家乡，便回到沙里沟带着大家种苹果。头几年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他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人抗沙支教修校舍，直到今年沙地苹果终于成功，只要能把苹果卖出去，就能填补前几年的亏空。这也是乔树林最近忙得焦头烂额的事情。严飞燕终于认可了乔树林作为带货主播，她决定帮自己的师弟，也帮自己的家乡。市摔跤队主教练秋霞是个望夫成龙的女强人，她对自己丈夫马亮被安排到农村扶贫这件事很不满。马亮是个画家，正在备考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对于扶贫这件事，他其实有自己的想法。马亮不出所料被列宾学校录取，秋霞将通知书裱起来挂在了墙上。马亮远赴俄罗斯求学，秋霞此时也已经怀孕，两人每天视频了解彼此的生活。但马亮这边却一直有事瞒着秋霞，其实他根本每天为了不被秋霞识破，可谓煞费苦心，甚至在村委办公室搭了一间棚子，村长也跟着做起了演员，还带动了村民们一起帮着马亮哄老婆。这天，秋霞预约了拍摄孕妇照，好巧不巧将取景的选在了回乡村，实景肯定会发现问题。好在村长靠谱，说观景台刚刷了7孕妇上去不好，末了还补偿了3人几箱土特产。车子行驶在离开回乡村的路上，马亮也终于松了口气，但他这口气还没喘匀，秋霞就杀了个回马枪。他发现那箱土特产里的香肠和马亮从俄罗斯寄回来的味道一模一样，回想起之前的种种巧合，秋霞觉得这里面一定有问题。果不其然，在村口的公示栏里，秋霞看到了第一书记马亮的照片，在村委会的办公室发现了马亮搭的那套景。秋霞怒气冲冲地出门找马亮，她看着沿途墙壁上的一幅幅画，新农村的幸福生活在自己丈夫笔下熠熠生辉。看着这些话，听着村民口中丈夫为回乡村做出的贡献，秋霞突然理解了，丈夫一直在做的是比到列宾进修还厉害还伟大的事业，那就是帮助家乡摆脱贫困，而不是摆脱贫困的家乡。